我穿成了种田文里的极品奶奶，虽然是女主的亲奶奶，却没落个好下场，才出现3章就下线了。原因无他，女主是穿越来的，她与其他善良的女主不同，她格外的睚眦必报。前2天她落水之后，原本已经僵硬的身体居然活了过来。果不其然，活过来之后，她先丢掉了家里的破碗，去山上挖了一堆野山药回来。为了不让我看见，她把野山药晒在了隔壁的王婆家。娘，小朵死了一回了，我不想再让她过苦日子了，咱们还是分家吧。我那老实的大儿子突发奇想，当晚就走到我的面前提分家的事情。大概是我的孙女陈朵朵开始要搞事业了，所以我点头答应了，然后说既然分家了，家里的田地你拿一半去，东边的院子有2间房，你和孩子住起来也方便。你弟弟在外面读书，回家的时间不多，他也种不了田，剩下的一半田地我还是能有一口饭吃的。我穿过来的时候，老头子早就死了，等他们搬走，我就可以光明正大带着我的银罐子搬进城里跟老二一起住了。原主死得太快，压根不知道这栋老宅下面还有一大罐银子。后来陈朵朵把老家翻修，找出这罐银子来，然后在城里开酒楼，生意越做越大。现在这罐银子还是我的。那弟弟那边，老大把惊喜都写在了脸上，但是他又犹豫了，看了我半天，大概是觉得这一切都难以置信，嘴里女儿教说的话都没有用上，再加上心里愧疚，老大想了想还是道：虽然我是大哥，但是我不好多拿多占，我哪里会给他反悔的机会？连忙大手一挥，这个家还是我说了算，你每月也不用交公粮，把你闺女管好就行。娘，您这样我还是不分家了，别，您可千万别，分家还是要分的，我可不想做这个家的显眼包，那么早死。当初因为原主虐孩子虐得太狠了，再加上老大提分家的事情的时候，被原主骂了一顿，气上心头，中风了。陈朵朵就一不做二不休，随便用了点药材，就把原主老太太补得七窍流血而亡。这件事情过后，她还得了个孝顺长辈的好名声。我现在哪里会被她气得中风？我现在只想守着银子，离女主陈朵朵远远的。分家之后，我躲在屋子里一整天都没有出门，数银子简直太快乐了。想着这个狗屁地方还没有厕所，我当即下定决心，一定要花钱盖一个。正当我想着要怎么规划这些银钱的时候，有人开始敲我的房门。奶，你起床了吗？听说你病了，我给您送点汤喝。我连忙把银罐子收起来，掀了被子躺在床上。我才躺1天，他就觉得我病了。哎，进来吧。我收起嘴角的笑意，平淡的说道：难为你们还记得我这个老婆子。奶，这是补气血的，你多喝点。果然，益母草、红枣、酒酿、当归、黄芪，还有鸡腿肉，好家伙，大补啊！我一口气把1碗都干了。我已经好久没沾荤腥了，嘴里满是油香，胃里也是暖暖的，很舒服。我这原主农活干了一辈子，身体还是不错。好孩子，这鸡汤得花不少钱吧？我知道，这是我大媳妇儿养了大半年的鸡，陈朵朵是花了大功夫的。奶，你还好吗？估计她也是第一次动杀人的念头，还是有些忐忑。挺好的，搁肚子里贼舒服。陈朵朵似乎对我忽然的态度转变有些惊讶，但还是点了点头，眼泪说时迟那时快，一下子就喷涌而出。奶，家里的地要种，可是没种子了，得去城里买。去年稻子留的种不都还在吗？怎么要去花钱买？我又问。奶，谷子现在卖不了什么钱，1年1收，除了能吃上一口饭，啥都干不了。那你要种什么？种黄芪。我哦了一声，颤颤巍巍地从一个木头盒子里拿出1两银来，对他说：你买不懂那些，我就只有这么多了，你都拿去吧。我这儿还是种稻子好，你们家的地你们自己看着办。黄芪，饥荒的时候吃黄芪能饱吗？陈朵朵目的达到了，连着磕了几个头，说什么要报答我。我说不用报答，写个欠条就行。陈朵朵可太有自信了，挥挥洒洒写了一张欠条给我。我拿着欠条仔细端详了一会儿，问道：乖孙，你什么时候会写字的呀？陈朵朵一听慌了神，笑呵呵地回了一句，随便找了二叔的书看了一下。好，我当即就叫了大儿子和儿媳来，拿着欠条对着他们一顿夸。老大、大媳妇儿，你们看看这欠条。老大拿着欠条，上面一串秀丽的字，一脸迷茫。娘，这上面写的啥？我拍了拍大腿，嗨，你娘没读过书，哪里知道上面写的啥？但是你瞅这字是不是好看？老大媳妇木木的点头，是好看，工工整整的。我非常得意道：老大，咱们家祖坟上可是要冒青烟了。这字儿是朵朵写的。朵朵，他们俩自然不信。于是我朝着陈朵朵道：你说让你爹妈开心开心。陈朵朵虽然想拒绝，但是话已经说出去了，字也写在纸上了，只能硬着头皮答应。朵朵还说要在地里都种上黄芪，这黄芪可是金贵东西。我立马就给了1两银。孩子有想法，我们大人就得支持啊。
朵朵是有出息的，老大，你要享福了。我一边说一边感慨，陈朵朵也颇为得意，当即就说明日我就去城里谈价钱。书里面，陈朵朵其实靠着黄芪赚了第一桶金，只是当时因为老大的阻拦，只开辟了一部分地，收了第一波就卖了。后来就搬进了城里，做了一些杂货生意，自然不知道村里没粮吃的苦。1年后，天降大旱，但是村里都种了地，有余粮，受到波及的并不多。只有陈朵朵种的黄芪成了整个村子的笑话。他自己没粮，也没钱去买粮，家家户户他都去借粮，却没有一家肯借给他的。路过我家门前的时候，我听到他大骂，都是些老不死的，等我发达了，看我不整死你们。原书里，村口的王叔因为多讲了陈朵朵2句，就被疯狂地报复，最后爆发疫病的时候，陈朵朵踩着他的手，让他跪下来求自己给药。大概是因为觉得丢人，陈朵朵并没有敲我家的门，我就当做什么都不知道。直到2天后，我的二儿子回家，说要喊老大一家一起吃个饭，这才见了陈朵朵。我刚见到老大和老大媳妇儿，眼泪就流了出来。哎呦，这才多久没见啊，怎么都瘦成这样？家里不是还有存粮的吗？老大别过头，闷不吭声。老大媳妇儿开始眼泪朦胧，娘，都是我们的错。朵朵这孩子，朵朵怎么了？我的孙女我可太关心了，想着她肯定又要做妖，但是看老大夫妻俩的表情，应该是这女主大人又有新主意了。家里已经这么苦了，他还捡了个人回来。你说娘，我们真的是没办法了，才来求您的。老大媳妇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说，这要是传到外面去了，以后朵朵还怎么嫁人啊？怎么嫁人？女主这不就是在给自己找夫婿吗？只是这夫婿应该不是这时候出现的才对啊。于是我连忙起身，走到老大老二的面前，走，我跟你们去看看。去老大院子里的时候，一股腥臭的味道扑面而来。这饥荒还没过去，家里多个人就多张嘴。一般来说，任凭人死在外面，都不会就到家里来。我颤颤巍巍地凑前一看，见他的腿都已经被野猪拱得稀巴烂。虽然模样的确好看，但是这人注定残疾一生。更何况他还是个男人。不管他之前是何身份，从高处跌入低谷，心里的落差极大，弄不好就心理变态了。但是陈朵朵应该是不管的。他见我们走过来，连忙把手里的粮食丢到老大手里。他护在那男人的身前，字字说求，但却道德绑架。爹，娘，这是我用他身上的玉佩换的粮食，求求你们，救救他！朵朵，孩子，你这就不对了，怎么能随便拿别人身上的东西？我蹙着眉头道，要知道，如果他救下来的是个正面人物也就算了，就怕是个大反派，为了一个玉佩把我们都给赶了，岂不是得偿失？他都是我救的。权宜之计，他肯定还会对我感激涕零。我无奈地翻了个白眼。对，你说的都对。既然如此，受了人家的恩惠，我也就不说什么了。只是家里平白来了个男人，女孩子家的，难免有人会说闲话。我劝老大媳妇儿，大儿子点头说好，然后又问我，娘，刚好二弟回来，我们能不能不分家了？我觉得还是咱们一起吃饭更和乐。我脑子里的一根弦忽然就崩了起来。怎么的，还想回来蹭饭？这哪能行？我回头给刚回来的老二使了使眼色，然后说道，也不是不行，要不然我们一家子凑一凑二郎娶妻的费用。我正愁呢，二儿子从小就机灵，一听我这么说，连忙点头。同窗都娶妻了，我也到年纪了，正好朵朵今日不是得了这玉佩，当时还剩余一些，老二比我更来劲，论算计我都比不过。陈朵朵哪里会拿出多余的钱？这可是他做生意的本钱。是啊，我手里还有张欠条，是当初朵朵留下的。这样一说，陈朵朵当下就急了。奶，你不能这样，我们现在家里这么紧巴，真的没有多余的钱。可是二郎娶妻的钱，我这边我搓了搓手，面色尴尬。我也马上就要到了婚配的年纪，奶奶不要给我添这些嫁妆吗？我瞥了一眼里面躺着的人，看来他已经给自己相看好了对象，甚至都开始算起自己的嫁妆来了。不由我分说。老大第一个黑了脸，你一个女孩子家的，说些什么？嫁娶的事情，我和你娘都还没主意，你自己乱讲什么话？丢不丢人？陈朵朵被指着鼻子骂，但却也梗着脖子。女人始终会嫁人的，我日后大富大贵，还能少得了你们？乃提前给我嫁妆，没什么不对。二儿子叹了一口气，厉声喝道：闭上你的嘴！大人说话哪有你插嘴的份？我这个二郎平时说话和煦得很，但是这样吓人的大声说话还是头一次。整个气氛一下子冷了下来，就连陈朵朵也被吓了一跳，抿着唇不敢说话。虽然我作为二叔还未成婚，但如果你这个小丫头已经有了嫁人的意愿，跟娘借你的钱就当做你的嫁妆。但以后大哥，我们还是少些来往。你这女儿日后是要大富大贵的，我们小门小户消受不起。转身，二儿子拉着我的手，连忙跑出了老大的屋子。
回到自己老屋的时候，老二才放下我的手，轻轻揉了揉我的手腕。娘，弄疼你了没？刚才走得急，怕他们追上来。我这样擅自做主，您不会怪我吧？我怎么会怪呢？我的大号，有你是娘的福气，但是我不能表现出来，毕竟我是个慈祥的老母亲。我有些为难地说。那老大那边，二郎凑近我耳边，沉声说道：娘，今天晚上我们就要去城里。朵朵这丫头带回来的人不是一般人，我怕时间长了生出变数来。怎么说，我没想到二郎的眼神这么好，竟然看出了异样。他穿的衣服布料可不是咱们这小城小户能有的料子。前几日我见到几个从京城来的人，身上穿的料子与这个差不了多少。且这男子身上杀气重，若是有仇家来寻，怕是要连累我们一家。我连连点头，但是他只猜对了一半。我忽然想到书里的二郎在城里摸爬滚打了很多年，受尽了屈辱。他嘴里说的那些个贵公子，怕都是欺负过他的人。顿时我心下有些不是滋味。随后我从床底下掏出几块银子来，大概10两左右。见二郎惊奇，我语重心长地说：你在外面读书辛苦，但是也不要死读书，多接触一些人，见识多了广了，自然有与贵人攀谈的话题。人家若是请了你一回，你也要请回去。这些银钱你拿着，不至于囊中羞涩。原书里的二郎是个正直又聪明的人，后来还考中了。女主做生意的途中因为恶意竞争遭了难，也是借着二郎的名头帮他化险为夷的，但也仅此一次。后来二郎就和他没了联系。二郎拿着银钱，手指有些发颤，一个大男人，眼角竟都是泪水。如果钱少了，我再想想办法。别哭，好男儿志在四方，娘能给你的不多，你也别嫌弃。娘，我以为二郎有些哽咽，我才想起原主其实对二郎并不怎么好，虽然供他读书，却也只是为了面子，实际上嫌弃二郎花的钱多，每次给钱的时候都算得十分精明。再加上二郎考了这么久也没考上，住进城的愿望破灭，老太太也逐渐失去了耐心，就不再供二郎读书了。但是老太太死的时候，二郎还是回来了，哭得很厉害。他对所有人说，娘亲虽是乡下妇人，不知世事，也无依靠，只守着那几亩良田，却也想尽办法供我读书，是自己不孝，未曾尽孝。别瞎想，这世道不容易，谁都要费尽心思才能生活下来。我和二郎连夜从家里收拾东西去了城里，这不去不知道，去了吓一跳。二郎住的竟是3进3出的大宅院，还有几个长工在门口迎接，简直不要太气派。我还以为我要奋斗好久才能过上这样的生活，却没想到我的大号就帮我实现了。可有独立的卫生间，天知道，单门独户却要去村里公用的茅厕上厕所，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儿。刚来的时候，大半夜的顶着村外的狼嚎去上厕所，是什么心情？谁能懂？娘，什么是独立的卫生间？就是家里独有的，不和别人家公用的，不求香但求不臭的那种茅房。想着现在好像还没有转换过说法来，于是我开始耐心的解释。说实话，我要求真不高。二郎扑哧一声笑了。娘，自然是有的，有就行，满意了。我高高兴兴地跟着二郎往里面走，直到他带我入了最里面最宽敞的那个房间。娘，这是您的屋子。我左右看了一下，这间房间是最大的那个，一看就像是正屋。我这人还算有自知之明，跟着住了好房子，自然不能占便宜，就算是自己儿子，我也有分寸。这屋子留给你娶媳妇儿的，我住刚才那间小的。就这么定了，我起身欢天喜地去了我满意的那间小屋子。除去我拿出来的10两，应该还有50两左右，换下来也有好几百块了。我正欢喜地算着钱，就听见二郎在门外抽泣的声音。娘对我的好，我一辈子都记得。我看着我罐子里的钱，要不然再分点儿给他。之后的几天，我就明白二郎为什么这么有钱了。这些年，城里的考生越发多了起来，二郎将自己的考试经验和考点知识都汇集成册，从同事到乡试，年年更新，十分抢手。我也去城里的闹市看了一下，觉得城里的消费实在是高，而且穷富两极分化十分严重。我跟二郎说，要把他整理的这些资料拿去给穷人家的孩子，能帮一点是一点。但是二郎说，若是把这些资料给了穷苦孩子，这些有钱人家的少爷便觉得这些资料也无甚珍贵，卖不出好价钱了，等于断了自己的财路。那穷苦的孩子们就不配受到更好的教育了吗？我问二郎。二郎沉默了好久，最后他说，娘，这世界上有些人生来就锦衣玉食，有最好的先生，不愁吃不愁穿，他们只要稍微努力就能活得很好。很多事情生来就没什么公平可言。我见他叹气，然后看到他头顶上的光芒在一点点的散去，我暗叫不好，我的大号满身的功德竟然因为这几个臭钱就失了初心。
我能看见所有人头上的功德，陈朵朵原本也是有的，但是她从救了谢承玉开始就没多少了。二郎最多，也是我最在意的人，如今也在不断消失。不行！我转身从扫帚上抽了一根竹条，狠狠地甩了他的手背，一条鲜红的血痕立马就显现出来。二郎疼得倒吸了一口冷气。你既然是这么想，还当什么官？你拼命考试是为了什么？嘴上说为了黎民百姓，实际上干的事却是把自己抬高，把自己划分开，用高傲的姿态告诉那些穷苦的人，这世界生来就没什么公平。二郎红了眼，看着我半晌，我叹了口气，这世道是人吃人的世道，如果谈公平，未免有些异想天开。但是二郎是可以做到的。书里说，年老的二郎位高权重，为寒门学子提供了诸多便利。可是我觉得有些事就是要早些做。二郎没有绝对的公平，也有相对的公平，是不是？第二日一早，二郎就说要启程去京城了。临行的时候，他双眼含泪，拉着我的手叮嘱了一遍又一遍，让我好好照顾自己。他说，自从赚了银钱之后，他就不知道读书考官的意义何在。分明已经赚了银钱，过上富足的生活，总觉得再没了读书的意义。他想了一夜，也兴奋了一夜，终于还是下了决心。二郎头顶上的光芒越来越强，我感觉我的身体好像也越来越好了。临行的时候，二郎把家里的钥匙银钱都给了我，足足500两，其中30两我拿来租了个店面，打算把卖资料这事儿发扬光大。二郎嘴上不说，却给那些穷苦人家想读书的孩子编写了一懂好记的资料，价格也不贵，但耐不住人多。不过半个月，我这小铺子就声名大噪，这一噪就把陈朵朵给搞躁动了。我那天盘点完银钱准备回家的时候，就看到了陈朵朵的身影。他在二郎宅子门口张望了半天，直到见到我，他立马就笑了起来。奶，朵朵，现在的陈朵朵已经是一副妇人装扮。自那日分开之后，他就算是成亲，也没喊我这个奶奶，估计是怕我给他惹什么事儿。朵朵，你还好吧？你爹娘好不好啊？你是不是来接我回去的呀？这儿每日都有人来找茬，我这个老婆子处理不来啊。我拉着陈朵朵的手，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说，昨日陈员外来找我赔钱，我哪里有钱，都被你二叔带京里去了。你身上可有5两银？我怕他们找人报复我，还是还回去。陈朵朵一听要问他借钱，立马就警惕起来，神色也越发鄙夷起来。奶，当初我们可是分家的，二叔的欠债怎么能让我们还呢？陈朵朵推开我的手，然后换上一副得意的神情，说道，奶，你还不知道吧？我们也要进京了，今日来是要跟你道个别。我一听这话，心下立马就放松了，正愁没想好理由怎么拒绝他呢。道别？奶，我们要去京城了，特地来跟您说一声。陈朵朵扶了扶自己头上的翠玉簪子，这簪子我们穷苦人家可带不起，但是如果是富贵人家的话，这簪子就略显寒酸了。就在这一刻，陈朵朵头顶上的功德光消失了，一滴都没有了。他在我面前炫耀道，当初你们都说我把玉郎捡回来是错的，可是现在他要带我回京都享福了。奶，不是我不带你们，是怕你们过去被人家笑话，毕竟都是乡下来的，如果冲撞了贵人，我们都担当不起。瞧瞧他这话里话外不就是贬低我是乡巴佬吗？那你爹娘呢？他们也都是乡下的。我隐隐觉得女主要和男主双宿双栖，爹娘啥的早就被他忘到脑后去了。我那老实的大儿子和媳妇儿估计已经喜气洋洋的准备收拾东西去京都了呢。既然是乡下的，自然要留在乡下。我会让玉郎多给他们些银钱的。瞧他们的穷酸样，去了也是丢人。陈朵朵有些不耐烦，嫌弃的话呼之欲出。他的父母是乡下的，他的奶奶也是乡下的，他祖祖辈辈都在乡下，一朝登天就忘了自己的根在哪里。这些银钱给你，莫要来京都找我。我们分了家，而且我也嫁了人，可别到处乱嚷嚷。陈朵朵丢给我1包银两，我掂了掂，应该有50两左右。他说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银子吧？奶，签了这个断绝关系的契约书，这钱就是你的了。我真是笑了，没想到我在陈朵朵的心里面居然有这么重要的位置。但是仔细想想，他考虑的也有道理，毕竟在原书里我是死了的，有我这么个未知数在里面，他多少都对我有些忌惮。不行，这么点儿就想打发我了。陈朵朵咬着唇，似乎早料到我有这样的反应。他说道，100两，不能再多了。你把你爹娘留在这儿，100两就想打发我了？我也给了他们钱。陈朵朵理直气壮，我不管，不给我就去京都闹。我现在腿脚可好了，我大声嚷嚷，生怕他不知道我腿脚好，还特地在他面前秀了一圈。玉郎总共就给我500两，可不能轻易都给了老太婆。陈朵朵小声嘟囔，以为我眼花耳聋听不清。200两，不能再多了。不行，400两。说完，我就坐在地上开始闹了。天杀的嘞！
当初你忘了我是怎么帮你买种子的，那些钱我让你还了1分没有。现在你要去享福了，就不要这个家了。不孝呀，大不孝！都来看啊，都来看！我这个小老太婆又是乡下来的，要不得脸面。可是陈朵朵自诩要去京都当贵人了，自然拉不下来脸。都给你，别让我再看见你！陈朵朵下不来脸，从兜里把钱都掏出来，直接丢在了我面前，头也不回地走了。我从地上站起来，拍了拍屁股后头的灰。家里的长工从门后走出来，连忙扶起我。老太太，别怪我多嘴，这是您孙女呢，怎么如此没良心？我拿出手里的银钱给她看，你看400两。那长工看到钱却有些气愤，父母家人如何能用银子衡量？再说老太太，您这又不是没钱，没了你们哪里会有她如今的好日子？我笑笑不说话。陈朵朵在追求自己的好日子没有错，在她眼里就连亲生父母也没什么感情，抛下就抛下了。而我挣了400两，还摆脱了被女主掣肘的命运，这不得去最好的酒楼大喝一顿？算了，年纪大了，喝不动。但是我还是把老大和大儿媳妇接到了城里。这2人老实得很，说要在老家等陈朵朵来接。我告诉他们，陈朵朵早就去了京都，不会来接了。一听这消息，老大开始担心起来。我看朵朵虽然对璞玉用情极深，但感觉璞玉却待朵朵不好。为什么这么说？虽然他嘴上未说，但是夫妻之间看彼此的眼神，我们还是知道的。大儿媳妇心思比较细腻，也敏感，她就陈朵朵一个孩子，自然是担心。璞玉这本书的男主可不叫璞玉，但是陈朵朵救的这个人就是男主没错。男主原名叫谢承玉，因奸人陷害，双腿受损，被农女所救。书里面说这农女是谢承玉的救命恩人，是白月光，以至于后来陈朵朵出现之后，还因为这个农女闹了误会。我忽然明白了陈朵朵的打算，看来她是想直接取代农女的戏份，成为谢承玉的白月光。那她不就从主角变炮灰了？时间过得好快，1年过去，京都传来2郎高中的消息，一举夺魁。除此之外，我家帅气2郎还得到了郡主赏识，果真应了那句话，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来人传信说，让我们带好盘缠，一路北上去京都。老大和大儿媳妇当天晚上就拒绝了，话里话外都说要帮弟弟守着这里的院子，他们去京都也会被人看不起，不要给2郎添麻烦。这该死的陈朵朵，你弟弟现下光宗耀祖了，叫你去京都享福，你在这儿扭捏作甚？他都没嫌你，你自己倒是嫌弃你自己来了。你这么喜欢乡下，那你去乡下种田去，别让我那3亩地荒了。来城里住这样的院子干什么？我指着大儿子的鼻子骂他老实没见识，但不代表他低人一等。他缩着头，旁边的大儿媳妇眼泪就要掉下来。娘，不是我们不想去，只是京都那地方都是富贵人，我们去了，万一冲撞了怎么办啊？我嗤笑一声，就他们这怂样，富贵人专挑你这样的欺负，自己都看低自己，还想别人不看低你。我没有坚持说下去。第2日，我让老大去城里最贵的首饰店给我买一套体面的头面。他虽然觉得疑惑，但也应了下来。这一去就是大半日。等回来的时候，虽然身上狼狈极了，但眼睛却闪着别样的光，这是之前不曾在他脸上见到的。他看到我的时候有些激动，娘，今天我去买首饰，他们掌柜的居然骂我穷酸，是来偷东西的。我这老大向来老实，肯定受不得这个气。然后呢，我便与他们争论，我们虽然是乡下农民，却也不能平白让人污了名声。现在2郎高中了，我做哥哥的也不能给他丢了人。娘，被人戳脊梁骨骂真的不是滋味。我这大儿子终于开了窍，我听着有劲儿，把一旁的梨狠狠地咬了一口。然后听到老大说，娘，那家店的头面我没买，买了另一家的。头面不重要，刚才老大你说的话可要都记在心里。老大一怔，随即我又道，咱们虽是乡下农民，别轻贱了自己，咱们种地的时候背是弯下去的，但是脊梁骨永远都是板正的。咱们一家人没有谁嫌弃谁，若是哪一日2郎嫌弃你了，他才是要被万人唾弃的。老大连忙摆手，坚定道：“2郎肯定不会。”当晚，我偷偷钻出门，递了5两银子给那个首饰铺子的掌柜，连声给他道了谢。哎，我这便宜娘当的也挺辛苦的呢。我一路运船北上，终于到了京都。京都当真是个繁华地，熙熙攘攘的人群，各式各样的小玩意儿。我已经开始幻想我成为老太君的美好生活了。可来接我的却是陈朵朵。奶奶，你可算是来了。爹，娘，这么久不见，我日都在挂念你们。我看着他紧紧握着我的双手，从心里感觉到彻骨的凉意。我真是信了他的鬼，还是不见面的好。朵朵，大儿子和儿媳妇见到人的时候还是很激动。
二郎来的稍微晚一点，看见陈朵朵的时候脸色不好看，但是见大儿子夫妻俩高兴的样子，就没说话。陈朵朵一路随了我们去郡主府，边走边说：“郡主娘娘是当今圣上最恩宠的侄女儿，二叔入赘之后，这是要飞黄腾达了呢。奶，以后我也是郡主娘娘的侄女，正儿八经的大家小姐了。奶，我跟你说，京都的人都瞧不起人，当初我让你们别来，那真是太对了，什么狗屁入赘，我不信。”二郎来信说不会忘记母亲的教导，郡主是个非常温柔和善的人，和他一时知音。果然，陈朵朵一见到郡主就3跪9叩，恭敬得很。我本来也是要行礼，却被郡主扶了起来。娘亲、大哥、嫂嫂，不必多礼。匍匐在地上的陈朵朵咬牙切齿：“郡主娘娘，您可曾记得奴婢？”郡主瞥了陈朵朵一眼：“你就是那个来京都便要与父母断绝来往的陈朵朵。”陈朵朵连忙跪下来，下了一身冷汗：“奴婢不是。奴婢那是迫不得已呀。奴婢在京中无依无靠，如今有了二叔，有了家人，奴婢高兴的都快哭出来了，怎么还会做那种事呢？可是当初也是你自己说你是孤女，你不会这么快就忘了吧？”原来郡主和陈朵朵早就见过面，也难怪了。谢承玉是少年将军，和郡主也是亲戚关系，自然会有交集。应该是说了很多次，郡主才会如此印象深刻。陈朵朵万万没想到会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奴婢错了，当初是奴婢鬼迷了心窍。可是二叔真的是我的亲二叔啊！陈朵朵哭得声泪俱下，我掏了掏耳朵：“奶，你快帮帮我，在忙。”说到底，我是最位高权重的，我要说原谅，二郎也不会说什么。当初你给我400两，说咱们再也别见的，我说话作数，拿了钱，咱们就别见了。你忘了，当初我们还是签了契约的。陈朵朵闻言瘫倒在地上，不知道他是怎么离开的，大儿子和大儿媳也没送，估计是伤透了心。后来我同郡主聊天的时候，他才说了陈朵朵在京中的情况。原本皇家对这位救了谢承玉的农女很是感激，但是后来她被那些趋炎附势的人捧上天，就忘记了自己的身份，言语中都是贬低别人，对谢承玉也未曾有尽心的照顾。谢承玉本来就是在云端的人，失了双腿，旁人的目光，自己的失意，让他失了分寸，性格越发古怪狠戾。刚开始陈朵朵觉得自己是真心爱他，对谢承玉还好，后来陈朵朵忍无可忍，居然打谢承玉一巴掌。到底谢承玉没有明媒正娶，这一巴掌下去，陈朵朵在府中的地位很是尴尬。谢承玉把她丢在一边，周围奉承的人也开始阴阳陈朵朵，说她看不清自己的身份。但是她自从知道二郎高中之后，就全然不一样了。她觉得自己有了翻身的机会。如今程玉新结识了一位对她体贴入微的姑娘，我见她的笑容也多了起来，处处都是对那姑娘的维护。娘，若是他们成亲，陈朵朵怕是不能住在世子府的。说到后面，郡主也说出了自己的顾虑。我看她一眼，这郡主媳妇儿是个聪明人，知道陈朵朵的却是我的亲孙女儿，也知道老大夫妻肯定是不舍得的。娘，以朵朵目前的情况，我也顶多只能让她进世子府做一位侧妃，毕竟其中没说的话不言而喻。我思考着，陈朵朵已经把自己做成了炮灰，该发展的事业愣是一个也没发展起来。郡主的安排已经是最好的安排了，但是计划不如变化。谢承玉的态度表现得非常强烈，说非那位姑娘不娶，一生一世一双人。果然是男主换了个女主，痴情的人设也没变。陈朵朵的侧妃计划落了空。不仅如此，谢承玉还说欠陈朵朵的都会补偿，只是陈朵朵不能再住在世子府了。果不其然，当天晚上，陈朵朵狼狈地敲开了郡主府的大门。我错了，你救救我！我见到陈朵朵的时候，她的裙子都烧破了，身上都是伤，脸上也都是黑乎乎的灰，狼狈极了。奶，我被赶出来了！呜呜呜！谢承玉居然敢打我！呜呜呜！他跪在地上，一个劲地怪自己，是我识人不清，我以为我救了他，我们有了夫妻之时，他就会对我一辈子好。我以为我有了他，什么就都有了。是我错了，我不该自以为是，去种什么黄旗，不该把他救回来。在这个世界没了名声，我一辈子就都毁了。陈朵朵一边忏悔，一边呜呜地哭着，声泪俱下。你还那么小，我这辈子都还没毁，你咋就毁了？这世界那么大，人生还这么长，即使现在过得不如意，总会有好起来的时候。我原以为经历了这么多，陈朵朵会听进去，但是她垂着头，嘴角勾起一个诡异的弧度，开始痴痴地笑了起来。少说教了，一个只会虐待孙女、占尽儿子便宜的极品老太婆，怎么还会说出这样一番大道理来？你也是穿越来的吧？本来就应该死的人，忽然间这么通情达理，我的蠢货爹娘竟然也跑到我面前跟我说什么尊严比权力重要。他一个种地的还尊严？
哈哈哈，真是可笑至极。陈朵朵越笑越大声，她抹掉脸上的黑灰，露出贪婪的本来面目。这个世界弱肉强食，贵人才有尊严，我就要当人上人。有什么错？错的是你。所有的剧情都按照原有的轨迹在走，除了你。他龇牙看我，满身的杀意。我见他腰间露出寒光，大喊不好，你早就该死。老太婆，四下无人，我一个老人家自然敌不过陈朵朵。果不其然，他从腰间掏出一把匕首，猛冲而来，朝我的心脏刺去。要死要死！我的功德才刚刚开始收集，我可不想现在就挂掉。二郎啊，大郎啊，娘的好大啊，快来救救我呀！我闪，关键时刻还得靠自己。我一个鲤鱼翻身，拼尽全身力气，才躲过了陈朵朵的攻击。救命啊！这一声喊，我中气十足。然后我就听到咻的一声，一支银箭刺穿了陈朵朵的胸膛。她回头一看，满眼的难以置信。你竟然要杀我！她倒在地上，谢承玉从马上跳下来。恶毒的女人，你欺我断了双腿，竟要将我烧死在府中。若不是我早有防备，如何能安然脱身？谢承玉似乎还不解恨，将陈朵朵踩在了脚底下。为什么？为什么？明明我那么爱你！陈朵朵嘴里喃喃了两句之后，双眼就失去了生气，死了。唉，谢承玉收回脚，你只爱你自己罢了。大郎二郎赶过来的时候都哭了。娘亲受苦是儿子不对，娘，儿子该死，没教好孩子，儿子该死。大郎哭得尤其厉害，这跟他有什么关系？一个两个都要死，我也去死算了。到头来我还要劝这两个儿子不要太难过。大儿子和儿媳妇因为心中愧疚，说不好再在京都待下去。我问他们以后有什么打算，大儿子说他只会种地，他种的地比一般人种的地产量高出很多，京都不适合他，他想去种地。我见他头上的功德越发亮了起来。别说种地能种好，那是极不容易的事。后来我才知道，他和大儿媳妇一路南下，找寻了几百种稻谷和粮食，找出每个地方的土壤适宜种植的粮食，甚至还通过自己的努力培育出了新的粮食品种，大大提高了粮食作物的产量。这是生计大事，我能感觉到老大产生的功德从全国各处朝我汇集而来。二郎当上了翰林学士，编纂的图书多以实用为主，许多学习技巧、生活技巧都编纂在册，受到了一致好评。而且通过他不断谏言，全国各地都开设了寒门私塾，只要勤学苦练，学费甚至能全免。鼓励读书的风气一下子在全国各地盛行，大家都在夸陈家的老太太可真厉害，两个孩子都声名在外，不仅是儿子，就连孙子也个个正直，为百姓做贡献。后来不知从何处传出来风声，说我还曾四处做过公益，一时之间我被捧上天。直到我被封诰命的那天，我终于倒了下去。子孙们拉着我的手，一个个哭成了泪人。只有我自己知道，我要去拥抱我的新生活了。不忘初心，未来皆是坦途。